我在大清的时候，这北京的官儿也好，民也好，最崇敬的是2路神仙，一个是关公关云长，敬他2个字忠义；再一个，就是这包公包青天，也敬他2个字公正。这不，包公的戏演了多少年了，老百姓就是看不够。黄河大水至少有6次淹没了开封城，可是这位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包青天，永远也淹不死。大水一过，这老百姓先见的肯定是这包公祠，老百姓啊，恨不得到处都是包青天。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祠堂。人家是有制度保证，行政官员一定要清正廉洁，活人要勤政爱民，还需要给死人招魂吗？我知道大总统要说国情不同，就算是这样，你觉得在民众跟政权之间一定要有包青天这样的清官来维持吗？我看需要，这清官总比贪官好吧？来，给先生倒酒。刚才我在祠堂里面看见大总统祷告半天，能说说吗？虽说已是宪政国了，我还是盼着我们的政府官员个个都像包青天一样廉洁奉公。来，孙先生，先生也祷告了吧？我没有祷告，但是我在想，民国，民众当家作主之国，按照宪法，民众委托政府来行使权力，那么各级政府都应该为民众办事，为民众服务。我很担心，也很怕。怕？一旦掌了权，就会违背这个宗旨，藐视宪法，甚至于倒过来奴役民众。那先生说为什么呀？一般的说法就是包青天这样的清官太少了，那么这样的清官再多一点，那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大总统，我不这么看。那先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？人人守法就能解决，当然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呐。但是再难，也得要坚持做。来，那个什么酒啊？目前已经制定出临时约法，5个月后还要制定出一部正式宪法，其他法也都不能少啊。比如说大总统的教育法，还有刑法、行政法、财产法等等很多法。这立法是不能停的，但是这些法制定了之后，到头来却是没人遵守的话，这个法就没有用了，是吗，大总统？那先生觉得用什么方法才能让大家都守法呢？4个字：上行下效。怎么讲？你要让老百姓遵守法的话，当权者首先要遵守法。如果说他要违背了法，那就要受到惩治，那就要曝光。我举个例子，可能不恰当啊。如果大总统违反了某些法，也要立刻惩治，那这样老百姓还会不遵守法吗？
你说是不是？要让这上行下效成为一个良好的规矩，那么当权者首先要遵守法，其实也是4个字：从我做起。孙先生要是执政者，先生能做得到吗？我会不遗余力，我会不遗余力的从我做起。来，我还是希望袁大总统的政府能带个好头。来，孙先生，大总统设下便宴，孙先生请。你好，袁大总统。孙先生，我要抓紧时间向您讨教。您好，克强。哎呀，孙先生，这个克强啊，我让他当总参谋长，他不干；我又让他当内阁总理，他还是不干。哼！哎，说起这事儿来了，志安呐，你得感谢克强，是克强提议你当内阁总理的。哎，别，克强，谢谢啊。当总理多累呀！哎，志安帮我吸了监，我应该感谢志安才对呀。反正我是看出来了，你的人我是无论如何挖不动。不过我跟你说句话，要说人品，这克强胸襟博大。哎，大总统过誉了啊！请。哎，怎么顿初没来啊？顿初正忙着建党会议的事儿。哎，抓紧时间啊，快点干啊！抹干净了啊！来，笔直了，哎，抓紧时间啊！哎，把它挂起来，来，两边快了啊！起！哎，老马，哎，接一下了，接一下，接起来，哎，好嘞。哎，老马，这标语怎么还没贴起来呀？哎，把这边贴上，哎，那边一定要对称啊！来，哎，往上点，哎，这边慢点，哎，好，拉平了，哎，那边高一点，好。你先出去一下。孙先生啊，其实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应该很明白。您要是参加未来正式总统的竞选，那我干脆现在就宣布辞职算了。孙先生，我可是把心里话都掏给你了。我也没把心窝子藏着。你看，都这么多天了，你也没透个话啊。我没说什么，也就没什么。那先生的意思是，不参加。员工，我不参加这一届正式大总统竞选了。那要是贵党一定要先生参加呢？你放心，我说服他们。先生真是高风亮节，那先生，我向先生保证，我干这一届，下一届是先生您的。员工，我希望您干好，您干好了，还不止干这一届，到时候我跟国民
都要选你干下一届总统，好吗？孙先生，明天你的国民党就正式成立了，对吧？我一定说服芷安，让他带领本届政府的内阁全参加国民党，支持先生的党。先生，请。袁大总统，请。其实也不需要勉强他们。当大总统是很辛苦的呀，他不比当皇帝你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现在有正式国会，将来还有正式的宪法。不说你违反宪法，就说你不按行政程序办事，将来的国会都要弹劾你。是。你呀，要谨慎，不可掉以轻心呐。我一定小心。我为民社党、联合统一党、国民工会、国民协进会和同盟会5党合并为一大政党——国民党而祝贺。此乃民国之大幸福。今专制业已结束，破坏之局已终，建设之局已始。当避免携党建闹义气，为上下团结，共建民国。我曾经说过，10年以内为中华民国的训政期，在这期间，我党的同志定要对袁世凯大总统积极协助，开诚布公，坦诚相见。近来这些日子，我跟袁世凯大总统多次深谈。我跟他说，维持现状，我不如他；规划将来，他不如我。为中国目前计，10年之内，还是袁世凯当大总统为好。我呢，致力于社会民生事业。当然，10年之后，人民还希望我出来服役，尚不为迟吗？这10年之内，我党同志除帮助袁世凯建设民国，正好担负着训政之责任。按照临时约法，正式国会议员竞选、正式大总统选举就要开始。这时期的训政，也就是请人民好好的练习行使参政、议政权，尤其是选举权的好机会。同时，政府行政官员也就会在实践中更深刻地领会什么是民主政治，什么是代议制度。文以为，共和之路还很长，还很艰难。我提议由宋教仁带领同仁们把这件事情做好。
自先生到京，我多次请教。上个月24日、26日至31日，这个月1日到5日、16日，日日畅谈，共商国事，达13天之多。先生，我记得不错吧？大总统的记性真好。世凯受益良多啊！孙先生告诉我，现在中华民国已进入训政和建设时期，并自愿担任建设全国铁路之重任，以资表率。先生要为民国建20万公里铁路，世凯真是高兴啊！我们衷心希望大总统能练好100万军队，保卫我们的民国。让先生筑路，那是大有把握；让世凯练100万军队，难呐！现在我宣布，授予孙先生以筹划全国铁路之重任。谢谢。你是内阁总理，今后都要支持孙先生。孙先生无论是用人筹钱，都要听孙先生，政府概不干预。是，谢谢了。王克强先生，我授予你全国铁路建设的督办。克强遵命。大总统啊，这是我筹思了很长时间的中华民国的建国方略，建筑铁路就是其中的一项。我个人能力有限，只能做好这一件事情。其他事情，各省自治，关注民生，财政税收，尤其是关于如何实行中华民国宪法政治，都写在这里面了，供大总统参考。孙先生，世凯一定不负重托。诸位，明日孙先生就要离京了，大家都来为孙先生送行，今日必得尽欢。黄经济，傻光跳个舞吧。好，好，我去了。好，姐。敦初啊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大总统让我交给你的。嚯，50万元呐！这是大总统知道你家里有老母有妻儿，不富裕啊。哎，多谢多谢，湖南老家那边一切安好。不过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曾回去看看呢。那你就把他们接到北京来嘛。大总统不愿意让你走，你又不愿意当部长，他可以为你专设副总理的职务嘛。国民党马上要开始竞选国会议员，孙先生把这件大事交给了我，我是无暇他顾啊。敦初啊，我可是真心希望你留在北京帮我哟。大总统，
如此关爱我党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大总统、孙先生，能请你们二位合个影吗？好啊，好。那你们坐近一点好吗？哎，田木，啊，看来我这辈子怎么也躲不掉你了还说呢，都怪您孙先生，要不是您，我根本不会打赌打输的。啊！打赌孙先生我？孙先生，大总统和赵总理为我国民党竞选国会议员赞助50万元。好啊！大家都是一家人了嘛。哎呀，不像话呀！你们两个坐在这儿清闲，让我一个人转悠起来没个完啊！能者多劳嘛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孙先生，我能请你跳个舞吗？我不会跳舞。哎，孙先生，太客气了。孙先生哺育欧风美雨，岂能不会跳舞？英子，孙先生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呐。英子，请跟孙先生好好学学。好，来，孙先生真是充满活力啊！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唱个我们家乡的粤剧。好啊，诸位安静，诸位可要大饱耳福了。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唱的啊。颠颠倒啊倒啊，倒倒颠啊颠，平啊沙更岸，行遠，師傅去生閒。海底開入面，紅麻船有年，下江有年，後話是大有，係呀老师，袁世凯来信了。老师，咱们该回国去效力了。为谁效力啊？这共和国也是宪政国，咱们是在为宪政效力啊。谁的宪政？袁世凯的宪政？别忘了，他可是先帝的死敌呀。可先帝他，我们就是饿死，也不能为他效力。先帝已经死了，大清还在，先帝的遗孤还在。大清不是已经逊位了吗？只要人还在，忠君爱主的心就不能死啊！等着吧，等待时机，帮助幼主复辟。老师，
您这可是抱残守缺呀。孔子曾言道：“圣之时者也。”您是我们的至圣先师，可总也该懂得与时代并进这个道理吧？卓如啊，老师，你该自立门户了。老师，其实你早就自立门户了。你不是偷偷的收了不少弟子吗？老师，我早就不是你的老师了。你走吧。以后没有什么事，就不要再来见我。田默，给你送饭来，你还吓唬我？我早就看见你了。你是从哪出来的？我从那边绕过来，那边是通的。哎，不会吧？带什么好吃的了？这是通的。嗯，别有洞天嘛。让我看看。哇，好丰盛啊！都是你爱吃的吧？哎，这个我爱吃。哎，你刚才在写什么呢？快别提了。怎么了？根本就写不出来。写什么东西写不出来啊？你说我就不明白，孙先生为什么不能用和平手段把枪杆子夺不回来的东西夺回来呢？孙先生啊，根本就没那个心思。我不信。什么？不相信？嗯。好啊，田大记者。既然田大记者这么自信，那就把这不相信也写到文章里去，也是一种观点嘛。我觉得蛮好的。怎么这么说话啊？人家请你来是让你出谋划策的。我是呢。你倒好，跑到这儿来说风凉话来了。我怎么说风凉话了？那你走吧。我自己可以完成，不用你管。你走吧。走啊。我。好，来，田大记者，来。目前，中国共有240个党派，
可是真正有能力在国会当中竞选到多数席位的，只有我们国民党。国民党不仅有孙中山这样德高望重的领袖，还有像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来主持大计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们赢定了。还有呢？可是，在此次竞选当中，国民党最大的政敌，还应该是袁世凯、赵秉钧。一些小党派支持现政权，可都是一盘散沙，乌合之众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要想同国民党竞争，袁世凯、赵秉钧要是没有一个能同国民党势均力敌的大党来支持，想赢，恐怕很难。完了，没完。那接着说啊。是，我要说。有的人总是说话不兑现，让我怎么说呢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如果孙先生不参加竞选的话，我们就你怎么知道我不兑现呢？好啊。什么时候？你有能装下我的房子吗？会有的。请问先生，明年4月能完工吗？上头说一定要完工，说要在这里开会。说起这国会大厦，还有个故事。这5年前，老佛爷预备立宪，派5大臣出洋考察宪政。到了德国一看，人家那国会盖得好啊，就让那德国工程师啊为咱大清也设计了一座。哎，还真设计出来了，连预算都做出来了，540万马克。明年4月能完工吗？一定完工。工程在1910年开始动工。是。这地基刚打好，孙说，你们革命党在武昌的第一枪就打响了。这不，你看到了，这工程就搁在这儿了。如果早几年开国会的话，清朝政府啊，可能就不会垮台了。我也这么想啊。文初，看，来，图纸。这张图纸我当年就看到过，敦初啊，喜不喜欢？这是个主楼是吧？那议会的开会大厅在什么地方啊？大总统，请看，这就是咱的议会大厅，可以容纳800人。这恐怕不够用吧？根据国会选举法，首届正式国会啊，全国每8万个选民中选举产生1个众议院的议员，全国22个省，每个省选举产生10名参议院议员，加起来参众两院是870人。中外观礼代表恐怕来的比议员还要多呀。这样在这开会的话，再扩建1倍都不够用啊。敦初，都说你是个议会迷，真是名不虚传。但愿中国人个个都是议会迷啊。哎，那这一处是干什么用的？起初我也很奇怪，后来我才弄明白。当时设计这个图纸的时候，是君主立宪的国会，是皇上为了召集满朝文武大臣议事的小会议厅。如今是共和国了，
没有皇上了。但是还有大总统吧？大总统要是来，哎，议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，无论谁来，都得坐在下面。对，这个地方专管大总统。小安娜，也管着你。哈哈哈哈。敦初，我最大的遗憾，就是你不愿在政府里任职啊。大总统回来了，大总统，快伺候着。其实孙先生和我所做的，比在政府里任职还重要啊。孙先生全力帮助大总统搞建设，我呢，帮助大总统完善宪法政治，以国民党的名义来竞选正式国会议员。我相信，我国民党一定会在正式的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。那时候，我国民党就成了执政党。也许我会被选举为内阁总理。一个党帮助大总统执政，去吧，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多了。敦初真是壮志凌云呐，倒是我袁世凯小气了。不，小安娜，在。这安娜，我看呐，你这个总理悬了。正如所愿，正如所愿。不行，你不能给我撂挑子。不敢。不敢。敦初，来。哦。你不喝点？啊，不。我呀，一累了就想喝点酒。